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2016年，生命进化树的另一支被点燃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发现。人类开始尝试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硅基生命。什么叫硅基生命？简单点说，就是以硅元素为骨架的生物分子创建和构成的生命。硅基生命主要是由玄武岩、石英构成的，最高的形式大概就是蜘蛛侠里的杀人。但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吗？怎么会有像沙子一样的生命呢？还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是加州理工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朗西斯·阿诺德。2016年11月，他和他的团队使用在冰岛温泉中发现的细菌，给细菌部分蛋白质的 DNA 重新编码，促成了 DNA 突变。在3次编码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突变的酶居然产生了合成有机硅化合物的能力，形成了一种硅和碳元素之间的共价键——硅碳键。这是人类首次让生物体自发地形成硅碳键。对创造硅基生命的科学假想有重要的意义。硅基生命到底是什么？它会是人类进化的新形态吗？这是一次大胆的科学之旅。有关这个离奇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溯到1813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他的生物学巨著《植物分类学》中描述了一种小生物，叫做硅藻。拉马克发现，硅藻是一种极其古怪的生物，它的细胞外面居然有一层二氧化硅组成的细胞壁。二氧化硅就是石英和沙子，硅藻居然住在由它自身塑造的玻璃房子里，这真是太奇妙了。虽然拉马克对这个物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类，但他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生物是如何产生的。再多说两句拉马克很了不起，他是一位科学巨匠，是最早提出生物进化的科学家，为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硅藻是怎样把硅穿到身上的呢？当岩石和土地被风化侵蚀之后，二氧化硅就进入到水里，被溶解为硅酸。硅藻体内有一种硅转运蛋白，可以收集水中的硅酸，进入到一个叫沉积囊泡的区域里，在这里重新转化成二氧化硅。二氧化硅越积越多，最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硅壁。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使细胞壁与硅结合在一起，科学家还搞不清楚，至今仍然是个谜。虽然硅藻神奇地穿上了石英做成的衣服，但它仍然是碳基生命。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碳基生命呢？时间来到1869年，瑞士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米歇尔从白细胞的细胞核中分离出了一种化学物质，他给这种物质起了个名字，叫做核素，后来又改为了核酸。核酸大家都不陌生，这位米歇尔就是第一个研究核酸的人。2年后，米歇尔破天荒地提出，核酸很可能参与了生命的遗传。他甚至提出，核酸内有一种类似于字母表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反复排列可能会促成生物的变异。米歇尔的这些想法都是天才般的科学设想，是人类最早的关于 DNA 的认知。时间来到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们不仅找到了遗传基因的密码，也让人类深刻地洞悉了生命的本质。原来遗传的目的就是传递信息。DNA 是由核苷酸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叫做五碳糖。五碳糖顾名思义，是由5个碳原子通过共价键连接的，形成了一个环状的结构，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碳元素。大家想，我们的遗传基因是以碳元素为主组成的，我们当然就是碳基生物了。不单是人类，地球上有千奇百怪的生命，从最高的红杉树森林，到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种群，到深埋地下的巨大的真菌网络，再到最小的细菌，所有生物的演化都基于一个共同点，就是碳元素。因为这个元素太重要了，所以在化学中单独分出了一个学科，就是有机化学。下一个问题来了，生命为什么要以碳元素为基础进化而来呢？
要想简单的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对比一下初中大家都学过的元素周期表。先看最右边的一溜，这些都是最稳定的元素，称为惰性气体。惰性气体之所以稳定，是因为这些原子最外层的电子壳层完全充满了电子，既不会释放价电子，也不会吸收其他原子的价电子，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所以它们不会和其他原子发生反应。惰性气体没有分子的形态，它们总是以原子的形式存在。再举一个氧原子的例子，氧原子外层电子壳上只有6个电子，它还缺少2个电子才能形成稳定的结构，所以一旦氧原子遇到了氢原子，就会结合起来。对于氧原子来说，加入2个氢的电子，就形成了外壳8电子的稳定结构。再看氢这边，2个氢原子也都获得了氧原子中的1个电子。在初中时我们学过，如果只有一层电子壳，有2个电子时就会形成稳定的结构，所以氢也稳定了。这就是 H2O， 也就是水。问题来了，为什么世间所有的元素都要趋向于稳定呢？稳定是节约能效的一种表现。当氢氧结合形成水之后，要想拆散这对组合，就需要更大的能量。水是氢氧以最低的能耗形成的稳定结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天道。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以节省能源为目的而存在的。现在我们回到碳原子，就是第14列的这一溜。这一溜元素有什么特点呢？它们电子壳的最外层都只有4个电子。像碳原子，它总共有6个电子，2个在第一层，4个在第二层，因此它最多可以形成4个共价键。这是自然界里最复杂的共价键结构。除了第14列，向两边看都比4个共价键少。像第15列只能形成3个共价键，第16列2个共价键，第17列1个共价键。最后一列就是刚才讲的不和其他原子形成分子的惰性气体。碳原子可以形成非常复杂的结构，像单键、双键、三键，以及与其他碳原子形成链状、环状和支链的结构。科学家计算，碳基总共可以组成数百万种结构。更奇妙的是，碳的特性使它可以参与大量的化学反应，形成一条长长的聚合物链。长聚合物链可以携带大量的信息。我们最熟悉的长聚合物链是什么呢？当然就是 DNA 分子了。所以说，生命的出现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化学反应，不断的试错，在一次数量多到不可想象的化学反应之后，第一个 DNA 出现了，这就是生命的弧光。但是从元素周期表上看，能够形成4价键的并不是只有碳原子，还有好几种原子呢。碳原子下面的硅原子能不能形成硅基生命呢？我们还是得从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就能够得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碳与硅的最外层都是4个电子，硅也能形成4个共价键，这说明这2种元素有着相似的化学能力。区别在哪儿呢？碳只有6个电子，而硅有14个电子。碳只有2层电子壳，硅有3层。3层就意味着最外层的电子离原子核比较远。别小看这一点点空间，这就使硅最外层的电子形成的共价键弱于碳的共价键。硅键的强度为每摩尔196千焦，而碳键的强度为每摩尔334千焦。碳共价键的强度远大于硅共价键，这说明碳基分子的稳定性要强得多。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碳基分子的稳定性高人应该比石头还坚硬为什么实际情况不一样呢？这是个好问题。硬度主要取决于物体内部分子或晶体的排列方式和结构的紧密程度。比如钻石，这是由碳基分子形成的晶体，结构紧密，是自然界中形成的硬度最高的物质。而大多数有机分子形成的物质，比如各种生物，由于分子结构比较松散，所以硬度较低。可见是分子结构紧密度决定了硬度。另外，生物长成这个样子是有道理的，分子结构使我们具有一定的强度，还有很强的柔韧性，有利于在自然界中快速的行动。那么，是因为硅共价键的强度低于碳而没有产生生命吗？不完全是这样的。碳基能够形成生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水。因为碳基分子能够在水中溶解，所以生物体内的化学物质就能够在水介质中进行运输、代谢和反应。比如说，成年人身体里的水分含量约占体重的60%到65%。水是人体内各种液体，像血液、淋巴液、细胞液的主要组成部分。水可以把营养物质，像葡萄糖、氨基酸还有氧气送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为细胞提供能量和营养。生命离不开水。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生命为什么离不开水呢？那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球表面最大的资源就是水。时间要回溯到距今45亿年前到38亿年前，那时还是原始地球的时期，地球上没有陆地，地表全是水，是一片被海洋包裹的星球。有一种假说认为，早期的生命形式是在水中出现的，这个假说称为原核生命起源假说。现在又进入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到底是水孕育了生命，还是生命因为环境而适应了水呢？科学家还无法做出解释，但是显然生命别无选择。当时的地球是一个水行星，生命只能利用水来进行繁衍。水为碳基生命体提供了稳定的化学环境，水分子起着催化、溶解、传递和稀释等多种作用。正是因为水随处可得，或者说生命根本没有想到以后地球会出现陆地，所以在进化过程里就没有发展出自行合成水的功能。这就造成了今天人类必须要通过喝水或者吃含水量较高的食物来补充水分。虽然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微生物在极端干燥的条件下也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这些微生物仍然需要水来维持生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需要水的碳基生命形式。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生命的产生与进化在偶然中一定存在着必然，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环境决定的。就像老话说的，有什么料才能炒什么菜。碳基生命的产生与发展与地球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分析完碳基生命为什么产生，再回过头来看硅基。硅基与碳基最大的不同就是硅基化合物对水的化学活性较低，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与水发生反应。虽然硅原子也能形成4个共价键，但是因为硅基不能很好的利用水，所以无法产生硅基的生命。选来选去，在地球上最终只有依靠碳基才能发展出生命，碳基才是生命的唯一选择。直到今天，在地球上也没有发现任何硅基的生命，这就是本篇的结论。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节目开头的问题了。弗朗西斯·阿诺德教授促成了自然合成的硅碳键，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吗？这是很有可能的。人类的力量太强大了，只要我们能够想象，万事皆有可能。但这仍需要人类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需要掌握更多的化学知识。也许终有那么一天，人类能够创造出半硅半碳的生物，那将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物种不但会长命百岁，而且消耗的能量小得惊人。它们吃进去的是硅，呼出来的却是沙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聊几句题外话。前面咱们讲了，生物体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要适应环境，达到节省能量和资源的目的。这是宇宙的内在属性，就是经济性和高效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天道。就目前人类对宇宙的观测来看，宇宙中的能量并不是无限的，每一个恒星系都是一个封闭的能量系统，最终会因为恒星耗尽能源而死去。就是能够吞噬恒星的黑洞，根据霍金辐射理论，也会因为黑洞蒸发而逐渐失去能量和质量，直到最终完全蒸发为止。天道可以一言蔽之，就是要尽可能的节省能源，而这与生命的目的似乎是相反的。人类一直在消耗大量的能源，人类的历史完全可以简化为一部能源的发展史。这种不可调和的深刻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是因为生命不甘心于被宇宙所限制，我们要将人类的遗传密码，我们所创造的所有信息一直传递下去。人类不断地发展科技，不断地去探索宇宙的秘密，就是期待着能够打破宇宙的规律，挑战宇宙寂灭的终极命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人类还没有打破宇宙牢笼之前，我们就要遵循宇宙的天道，尽量的为人类的发展争取时间。凡是消耗最少的能源，产生最大能量的行为，也就是使功耗比达到最高的行为，都是符合生命发展的行为。反之，任何消耗了大量能源却无助于文明发展的行为，都是对全体生命的作恶。这就是对天道的最简单的解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